舵爷，您一直强调马克思是错的，可是如果马克思是错的，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传播的那么广泛？您怎么解释它的传播力呢？怎么传播的？这大概是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原因去找结论。第一呢，就是马克思他本身这整个这一套东西就毒性特别强烈。所谓毒性强烈呢，其中就包括它的这个传染性、传播力。他真的是就是马克思，真的是这个人从个人的素质来说，那我们可以说是个伟大的了不起的人啊。他那个智商，他那个大脑的容量啊，他的博学，他那个也可以说非常深刻，绝对是一流的啊，没得说。像这样的天才人物真的是非常罕见。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因素就是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就是当时和他构成竞争的其他的思想理论都非常单薄，都非常片面、单一，都是分学科的啊，而且呢，当时都是处在一种不系统的一种充其量叫萌芽状态吧，就是它是社会科学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各门社会科学都还是刚刚在创建或者说是复苏啊。其实政治学在亚里士多德那个时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问题就是被西方人自己给丢了，都给忘了啊，连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全都散失了。后来慢慢又开始恢复，还根本没成为主流呢。再加上英国当时英国的自由宪政，那我们今天说从它演化出来的这个现代文明，还没有真正的传播到整个欧洲，尤其还没传播到德国。法国受了英国的影响，但是又根本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是跟英国敌对的这么一个大陆国家，所以法国搞出来的那个对英国这个演化出的现代文明的那个对这个挑战的应对，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完全错误的。法国大革命就实际上是对这个现代文明的一种应对方式嘛，所以我把它叫法俄模式。这个东西是他应对的非常的错误，然后正好是法国大革命这套东西传播到了德国，特别是马克思的出生地。因为特里尔就是那个莱茵省的一部分嘛，莱茵省曾经被拿破仑占领过，是这么来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可是世界性的，不但是世界性的，对于很多很多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可是比英国自由宪政影响要大得多得多呀。包括西方国家，很长时期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远远高于英国自由宪政，所以这内外两部分因素加起来，可能能解释你提的这个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传播力？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可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福利那么好，而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反而是全世界收入最低、竞争最激烈的？国际工人运动是世界性的，全世界都有工人阶级啊，都有工人阶级和这个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嘛。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这个矛盾冲突是相当尖锐的啊。那时候还没有国际共运呢，国际共运是列宁搞出来的，所以这个国际共运也是从国际公运里头出来的。国际公运是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影响的，当然程度不等了。主流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马克思的影响在里边是不管国际公运的任何领导人、理论家，包括普通工人没有不受马克思影响的，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所以这个资本主义在它发展早期的时候，一方面它从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来说必不可免的会是这样，资本稀缺嘛，劳动力过剩嘛，那必然就是劳动力的回报就低价格就低嘛，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嘛。另一方面呢，当时的资产阶级确实是对工人阶级太缺少同情和关怀了。相反，所以最早的这些什么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这一套东西济贫法什么这个各种劳动力法，改善工人的这个劳动条件，这些都是保守主义搞的，都是贵族在搞的。为什么轮到贵族来搞？人资产阶级自己不搞。那他们为什么不搞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连马克思都说到了，因为资本家互相之间有激烈的竞争，你给这个工人高的待遇，你成本就上升了嘛，你竞争力就降低了嘛。所以呢，实际上你讲阶级斗争，马克思讲阶级斗争，实际上这跟生物界是一样的，从来都是种内竞争要远远的比种间竞争要更激烈。就是说资本家和资本家的竞争，工人和工人的竞争，比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一点都不在其下。道理非常简单生物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你这个物种越相似，你所需要的你的生存的各种资源就越一致。那越一致，在资源不足的这样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你的竞争就越激烈了。不同的物种，它所需要的这个生存的资源是不同的，就不构成竞争嘛，是不是？那吃草的动物它都要吃同样的草的话，就会竞争。那吃草动物和吃肉的动物就没有竞争。马克思这些全都是不但他忽略了，他根本可能就想都没想到。那个时候生物学也没有这一套东西社会生物学压根就没有。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就是否定？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可是全世界青年心中最红的红太阳。当时的很多文艺创作、电影、摇滚乐和流行文化都在致敬毛泽东思想。很多知名的左翼运动，比如黑豹党，就是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发动的。为什么没有人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正面价值？不是没有人我不就研究吗？肯定还有别人研究，那只不过是没有人去系统的，特别是公开的去发表出来罢了。因为这里头涉及好多，起码你在西方，你就很容易被扣上一个种族主义的帽子。谁敢去惹黑人呢？现在谁敢说黑人的毛病啊？黑人现在是新神西方世界的新神对吧？我当然说过，毛派嘛，就是毛派嘛，不光是黑人各种种族那西方左派就是我反复说的60年代人就是我们搞文革的时候。所以我一直讲，文化大革命真正是中共历史上最志得意满，甚至你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此前中共没有过这样的辉煌，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共才成了真正的毛泽东才成了
我们从小听的那句话，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那时候，我小时候听这句话就觉得，这大概是共产党吹大牛吧。后来自己认真的研究了，做了研究之后才明白，不是这回事，不是吹牛，真的是这样。毛主席当时就是全世界左派，包括西方的左派，当然其中包括那些黑人，尤其是黑人的激进组织，黑豹党啊，包括现在的这个黑命贵，就是他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中共什么时候有过能跟这一段时间相比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啊？没有，从来都是跟着苏共跑的。然后毛泽东开始跟苏共分裂之后啊，就开始搞自己那一套。一开始不但是没有什么正面的国际影响，那影响简直坏到无以复加。那饿死3000多万人嘛，那不就是毛泽东自己的第一次他的独创性的社会实验吗？为什么他要搞这一套？那就是为了跟苏共争夺国际公约的领导权。惨败，到了文革才真正成功了。我说这个成功就是他对全世界左派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世界左派一人一本小红书，这个中国人很少有人讲，所以也很少有人知道，全都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棍子打死，非常简单的就是把它给彻底否定，不是这回事。文化大革命有它非常深厚的思想理论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啊，包括民粹主义，包括对于底层民众、穷人的影响，理想主义等等非常复杂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到现在我真的没有看到哪怕一个对文化革命做出比较深刻的、全面的影响和表达的学者，一个都没有。包括什么高华呀，什么徐有余啊，秦晖啊，包括朱学勤啊，他们就算是佼佼者吧，研究文革的，甚至包括那个著名的那个麦克法寇，他写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史，影响非常大嘛。所以我讲的这个，我甚至一再的强调，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民粹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民粹民主的巅峰形态，它的最完全彻底的实践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这三个东西是一回事，文化大革命、民粹民主，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一回事，没有第二个人这么说过。反正在我的文献阅读范围之内，我没看到第二个人这么说。所以真的，我说句有点自夸的话，我这本书从头到尾，几乎每一页都有新的知识点。当然也就必然会有很多的争议，必然会有很多的各种红眼白眼，所以看不懂不理解的非常自然，更别说就是跟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那简直是就是格格不入。所有这些历史细节如果不去仔细的研究，而且带着一种就是我反复说的，要带着一种你先得把自己心胸打开了，你眼睛要打开了，你有了这样的眼光，你再去读历史，你才能看出历史真相是什么。那这眼光从哪来啊？
读周老师的书就有了。